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一系列惊人发现，简直让天文学界炸开了锅。科学家们纷纷抓头挠耳，面对这些出乎意料的观测结果，一时间竟无从解释。原本人们希望韦伯望远镜的成果能让我们更深入理解宇宙的奥秘，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它揭示出的是一个颠覆性甚至让人寝食难安的真相。我们长期以来构建的宇宙学模型，在面对这些新发现时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连早期宇宙最基本的结构和特性都难以解释。毫无疑问，那个曾经被无数数据支持、坚如磐石的大爆炸理论，如今正在动摇。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更新、更广阔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宇宙的起源。问题来了，那个曾经几乎被奉为宇宙学圣经的大爆炸理论，为什么突然成了质疑与批判的焦点？是什么动摇了它的根基？那么，如果我们要放弃这个根深蒂固的理论，有哪些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够承担起解释宇宙起源这一巨大责任呢？敬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充满未知与惊奇的旅程，深入探索这些颠覆常识的天文发现背后所隐藏的秘密。哪怕是平日里不关心星星月亮的人，大多也听说过一句话：宇宙的一切始于大爆炸。这句话几乎成了宇宙起源的代名词。可问题是，这句始于大爆炸到底意味着什么？它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那么，宇宙从无到有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背后是否藏着我们还未解开的宇宙密码？而我们人类又是如何隔着整整上百亿年的时间长河，去还原那段宇宙诞生的神秘瞬间的呢？其实，与大众直觉和最初想象中爆炸扩散的画面不同，大爆炸并不是在某个空间里炸开，而是空间本身开始膨胀。138亿年前，时间、空间、物质统统从一个名为起点的无限小点中同时诞生。这个所谓的起点，是一个无法被常规物理理解的极限状态。在那里，物质的密度、温度以及时空的弯曲度都达到无限大，几乎让所有已知的物理规律都失效。因此，即使是爱因斯坦伟大的广义相对论，在这个点上也只能停步不前。它的公式无法再描绘那一刻的真实情况，就像一盏灯在黑夜最深处熄灭了一样。不过，说到我们今天为什么相信这些理论，科学家们会指出，宇宙有一个自诞生之初就显而易见的特性，它在不断膨胀。是的，宇宙像一块面团一样，正以缓慢却不可逆的方式不断膨胀，把星系彼此之间越推越远。然而，宇宙膨胀这个概念，其实在科学史上算是一个年轻的发现，它只是在上世纪初才被正式确认。要知道，直到不到100年前，人类还误以为银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直到埃德温·哈勃的一项观测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他发现宇宙中有无数星系，而且它们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远离我们。曾经被坚信不疑的静态宇宙论，即宇宙自古以来就是不变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推翻。人们开始意识到宇宙是在持续演化的。而这其中最让人难以想象的一点是，不是星系在空间中漂移，而是空间本身像气球一样在膨胀，把一切包裹其中的物质一起带走。如果我们把这个宇宙膨胀的过程倒放，就像把一段视频倒着播放，我们会发现所有星系最终都会收缩回到一个起点。这也正是大爆炸概念的根源所在。通过这套倒推方法，科学家们计算出了宇宙在过去某一刻的状态，一切物质与能量都聚合在一个无比微小、密度无限的点上，宇宙的起点由此浮出水面。而能够直接支撑这一理论的铁证之一，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是一种微弱却无处不在的能量残余，被认为是大爆炸发生38万年后宇宙冷却所留下的回音。这道辐射起源于宇宙诞生后约38万年的重组时代，那时原子首次形成，宇宙从一团炽热的等离子体中冷却下来，使光线得以自由穿行，而这些光至今仍回响在宇宙的各个角落。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爆炸理论其实并没有真正解释宇宙如何从无到有这一步骤，它描述的是宇宙从极端高温高密状态进入演化期之后的过程。更确切地讲，科学家们目前所能研究的是从宇宙起点之后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称为普朗克时间，也就是10⁻43次方秒，直到宇宙年龄达到40万年之间的演化历程。尽管我们目前的科学工具还无法窥见普朗克时间之前的宇宙状态，
那一段几乎被彻底遮蔽的时期仍是谜团重重。在那个不可思议的瞬间之前，时间、空间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即便存在这些未解之谜，大爆炸理论依然牢牢占据着现代宇宙学的核心位置。它为解释星系形成、元素分布以及宇宙膨胀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经过验证的理论基础。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科学家们利用先进望远镜观测到某些现象，而这些现象又偏偏与我们赖以建立整个宇宙观的模型格格不入时，整个局势就变得愈发棘手，甚至令人困惑了。这种冲突之剧烈，甚至让不少科学家开始怀疑，我们关于宇宙起源的全部认知是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了错误的基础之上。过去那些理所当然的结论，如今似乎正在逐一被动摇。而所有争议的焦点便集中在韦伯望远镜的一项不可思议的发现上。按照主流观点，宇宙经历了大爆炸之后的黑暗时代，直到大约2亿至3亿年后，第一批恒星才点亮寂静的宇宙，点燃星辰的黎明。但即便如此，科学界仍未能确定这些恒星是如何一步步汇聚成星系的。它们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又是在什么机制下迅速成长为今天我们所见的庞然星团？如今，韦伯望远镜发回的第一批高清图像，为我们揭开这个宇宙黎明之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线索。它们如同一封封来自远古的信件，让人类第一次得以窥见宇宙最初的光辉。2022年7月，科学界为之一振。韦伯望远镜探测到多个远古星系，它们在宇宙年仅3亿岁时就已悄然存在，而且在短短几百万年内便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结构。这一发现远超先前的预期。从外观和质量来看，这些原始星系确实还显得娇小玲珑，质量偏低，这在当时看起来还在专家们的可接受范围之内。从理论角度讲，这些小个头星系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在那样一个年轻稀薄的宇宙中，尚未积聚起足够的物质来构建庞大的星系。要知道，在宇宙刚刚诞生的头几亿年内，物质的密度远低于现在。按传统理论推算，这种环境压根不可能孕育出像银河系这样庞大的星系结构。当然，这些看法在当时是主流共识，直到后来韦伯望远镜让人瞠目结舌的新发现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这一切认知。这一切的开端其实很平凡。最初，科学家们只是在图像中发现了6个看似毫不起眼的红色光点，但正是这6个光斑竟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天文学界的信仰地震，它们被称为当代最具挑战性的天文谜题之一。那么，这6个光点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们为何能引发如此剧烈的科学震荡？背后又发生了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答案看似简单，实则颠覆性极强。这些微小的红点竟被证实是宇宙在仅诞生5亿到7亿年后就已形成的巨大星系，它们的质量居然已经接近如今成熟的银河系，远远超出了早期宇宙所应具备的成长速度。换句话说，韦伯望远镜本应捕捉到上处萌芽状态的小型原始星系，但它却看到了一些高度复杂、规模庞大的天体结构。这些结构在现有理论中几乎是禁止存在的。面对如此令人震惊的发现，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斯威本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一度怀疑是设备出错或计算失误，甚至反复检查数据源与处理流程，生怕自己看错了宇宙。然而，随着更多观测资料与独立研究的加入，初步结论被逐步验证，错误的可能性逐渐被排除。这些超规格的古老星系似乎真的存在。更让人啧舌的是，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古老星系中可能已经孕育了数十亿甚至上千亿颗恒星，每一颗都与我们的太阳相仿，说明它们不仅早熟，而且异常高效地完成了恒星的生成。照现有理论，大爆炸初期的宇宙中并没有足够的正常物质，也就是构成恒星、星系和我们自身的普通物质，来建造如此庞大的天体系统。因此，这些星系被冠以一个形象而刺耳的名字——宇宙破坏者，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地撼动了整个宇宙学模型的根基。为了解释这些宇宙破坏者的存在，一种大胆的假设被提出：或许早期宇宙的物质密度远比我们先前估计的要高，甚至可能高出5倍之多，否则根本无法支撑如此迅猛的星系生长与恒星聚集。当然，也有人给出更保守的解释：也许我们根本还没真正理解星系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目前的认知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很多关键过程或许仍被我们忽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令人震惊的还在后头。回到根本问题，韦伯发现的这些宇宙破坏者并非孤立，他们只是众多异常现象中的开端。越来越多来自早期宇宙的观测数据构成了一张越来越复杂的谜题网络，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的标准宇宙学模型或许正面临系统性的崩塌。除了这些不合时宜的成熟星系之外，韦伯还意外地发现了早期宇宙中就已形成的大质量黑洞，它们的质量远远超出预期，仿佛在宇宙刚开始书写历史时就已经站在了终章的体量。更让人瞠目的是，韦伯还探测到了某些原本应在更晚期才出现的重元素，这一切与现有宇宙模型完全不符。而且他还进一步印证了一个持续困扰科学界的难题：哈勃张力，也就是观测到的宇宙膨胀速度，竟然比理论预测值快了不少。这一连串的发现使得一个结论几乎无法回避：我们对于宇宙早期阶段的理解确实存在重大漏洞，现有的理论图谱恐怕还只是描绘出了冰山的一角。然而，有些前沿研究人员更进一步，认为这场宇宙认知危机的根源根本不止于某个模型参数的偏差，而是整个大爆炸框架本身可能就不是真相。他们提出，也许宇宙的起点压根不是一次大爆炸，而是另有其因。而就连最坚定捍卫大爆炸理论的学者，如今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一理论虽然宏大而优雅，却充满了未解之谜。尤其是在最初那一刻的成因和机制上，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尤其让人头疼的是那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宇宙会诞生，又是如何诞生的？这些问题像无形的边界，将我们的认知牢牢限制在宇宙的表层。试想，138亿年前，在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中，宇宙竟突然从零冒出一切，这在直觉上几乎是无法接受的概念。究竟虚无是否真的意味着完全的空无，或者其中暗藏某种潜能？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中，真的能生出宇宙万物吗？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一切到底是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否存在某种未知力量推动了这一切，亦或仅仅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宇宙头子？对此，已故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他认为，询问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就好比问北极以北有什么，在逻辑上毫无意义，因为时间本身就是在大爆炸那一刻才开始存在的。换句话说，如果时间这个概念本身是在大爆炸中才被点亮的，那么谈论之前就等于在无时间中找时间，这种因果逻辑无法成立，也就自然不存在谁或什么来触发这场爆炸。不过，并非所有科学家都买账，也有研究人员认为霍金的解释过于绝对，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整个宇宙在大尺度上呈现出异常均匀的辐射与物质密度分布，这种均衡的调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望远镜指向哪一个方向，也无论视野延伸多远，从宏观层面来看，宇宙的结构几乎都是一样的。星系的分布、星云的密度、微波辐射的强度，都展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均匀性，仿佛整个宇宙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抹平过。对此，科学家提出了暴涨理论来试图解释这种宇宙的均匀性，即在大爆炸后的极短时间内，宇宙经历了一段几乎疯狂的指数级膨胀期。在这段时间里，空间扩张的速度远超光速，把原本局部的热量和密度迅速拉伸到整个宇宙，让各处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尽管暴涨理论在很多方面表现得相当能打，但它并非毫无争议。毕竟，我们至今无法直接观测到这段暴涨的痕迹，一些科学家对其真实性仍持怀疑态度，但也有不少人选择接纳这一假说，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大胆的推论。在这种暴涨宇宙观的延伸之下，有一种被称为永恒膨胀的理论逐渐浮出水面。他认为宇宙的膨胀并不会同时在所有区域结束，而是在若干随机的泡沫区域中停下脚步，每一个泡沫都可能孕育出一个独立宇宙，而膨胀过程则在其余空间继续进行，永不停息。这样一来，我们的宇宙不过是茫茫泡沫海洋中的一个而已。在这个多宇宙理论框架中，每一个泡泡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物理常数、粒子构成，甚至连因果律都与我们截然不同。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这个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宇宙，
其实只是无限宇宙集合中的一颗尘埃。在浩瀚的宇宙链条中，我们并不特别，也不居中心，而只是一个渺小但幸运的例外。另一些理论甚至提出更具诗意的设想：我们的宇宙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承接了上一个宇宙的遗产，一种如同凤凰涅槃般的宇宙轮回。在所谓的大反弹理论中，宇宙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或终结，就像潮起潮落一样，它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膨胀与收缩周期。每当一个宇宙滩缩至极限，便引发下一轮的爆炸，宛如宇宙自身的呼吸。换句话说，我们一直以为的大爆炸，其实可能只是宇宙永恒节奏中的一次转场，一次从死亡走向新生的过渡。在这个循环模型中，宇宙如同一条无尽的链条，每一个灭亡都是下一次重生的起点。这种观点把宇宙的命运描绘成一种宏大的节奏，不停的毁灭、演化、再诞生，仿佛宇宙本身就在谱写一首没有终章的交响诗。当然，以上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宇宙学界还有更多激进甚至让人瞠目结舌的理论，它们挑战着我们对存在本身的理解，远远不只是对大爆炸的修补那么简单。例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在《宇宙时报》上大胆宣称，所谓大爆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主张宇宙从无尽的过去就已存在，不曾有过开端，也不会有终点。时间就像一条无限延展的直线，宇宙永远在那里。在这种稳恒态宇宙理论中，甚至连宇宙膨胀的概念也被否定为观测误差或解释偏差，这彻底推翻了目前支撑现代宇宙学的基础假设。他们认为，之所以观测到星系彼此远离的现象，是因为宇宙中有机制在持续生成新物质，仿佛有某种隐形机器源源不断地往宇宙中填充星体，让我们误以为整个宇宙正在变大。但要说最能激发人类想象力的，还属那些来自量子力学与弦理论领域的奇思妙想。他们不仅挑战宏观世界的逻辑，更试图重新定义什么是真实。一些基于量子引力与信息论的研究甚至提出惊人的观点：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宇宙可能根本不是实体，它不过是一种投影，一种信息的表现形式。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宇宙可能就像是一幅立体的幻灯片，它是一个二维的信息表面，被投影到了我们感知的三维现实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全息宇宙理论。更进一步，有科学家甚至猜测，我们所处的世界可能是一场高等文明创造的模拟程序，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情节那样荒诞而真实。听起来或许像科幻，但它竟然可以与卡尔达肖夫指数衡量文明能量利用能力的标准相互印证。卡尔达肖夫指数把文明分为不同等级，分别代表它们是否能掌控行星、恒星，甚至整个星系的能量。若真存在那种掌握银河级能源的三型文明，它们或许真的具备模拟宇宙的能力。设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个超级文明，能够借助先进技术，譬如被称为俄罗斯套娃大脑的多层次模拟系统，去构建一个复杂无比、精确到每个粒子的模拟宇宙，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许不过是他们代码中的一段程序。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真的想知道真相吗？结语：也许宇宙的真相并不只有一个答案，它既可以是138亿年前的一次起点爆发，也可能是永无止境的轮回，是多维泡沫，是信息投影，甚至是模拟程序。而正是这种充满未知与张力的探索，驱动着人类不断仰望星空，追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